我叫王小怪，一个家里养了几百只异宠的乐队。哥，七七在脚下等单你那边弄了个是宠物等门口了，拿吧。哦，七七咋想着送宠物了呢？家里根本放不下了。我说这啥玩意儿？安格鲁雕啊！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家里没地方养不下了吗？就打开看看吧，你肯定喜欢。我可不得打开吗？我拿出来喂点食，明儿给小夏和丹妮发回去。这花纹让我想起来一位故人。咋样？是不是喜欢？我了解你吧？隆重介绍一下新成员臭鼬，腐食幼木幼科臭鼬属的动物，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喷出奇臭无比的液体分泌物，类似于液体的屁。所以我留下它是因为这个奇特的技能，绝对不是因为什么花纹啊。不过它跟奥利奥倒是可以搞一个黑白花送人组合啥的。另外麻烦大家帮我合计合计，这小臭鼬我给起个什么名好？不能带那仨字啊！姐，你太懂我了。我还有更懂你的呢。那你的刮胡刀都用旧了吧？出门不收拾走大街上，别人还以为你是我老叔呢。快去把胡子刮了。这小刮胡刀挺精致啊！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浪漫七夕节买的创维行者剃刀，剃得干净还方便携带，才不到100块。再用洗面奶洗个脸去油，然后抹点补水精华乳，把爱藏进心意好里。这么划算？哪儿买的？现在点商城搜索七夕礼物送男友，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一键入手同款，还有机会1分钱抽戴森吹风机或科兰丽精华，选上心里送心上人，七夕就得这么过。接下来安置小臭鼬，没地方，这玩意儿硬腾的，把那没用的箱都拆了，通通扔出去。腾出来的地方放奥利奥以前用过的狗蛋了，啪啪就给它组合上，搞定。哎，这种事儿对于我这种职业养宠人来说，就是手拿把掐。几百个异宠都养了，这种型号的动物笼子10分钟之内搞不定，都算对我的污。我单纯是智商低啊，跟我的专业性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我明天直接请師傅做一個大號的飼養箱，然後把鋼镚放裡，鋼镚那個小箱子給臭鼬。現在該把我的禮物給媳婦了。媳婦，其實我也給你準備了件七夕禮物。啥呀？一個稀世珍品，我排隊2個多月我才買着。我送你臭鼬就送我電影，你也別翻臉的，那個電影還有綠的，多好看呢！有臉給我提綠的，來放綠的，別來洗了綠的，不是人的。家裡養幾百隻異寵，每月的開銷到底要多少？上個視頻看完，大家不是都好奇嗎？今天咱們就來仔細算一算。先算陸地上的。袋鼠的顆粒糧38一斤，夠吃3天，1個月就是380，加上草料55一斤。土撥鼠跟袋鼠一塊吃，每月4斤，共600。奧利奧的狗糧20一斤，每天吃8兩，1個月480。浣熊和吉娃娃的幼犬糧33一斤，每天吃2兩，1個月198。6隻狐獴和 TB 的貓糧是18一斤，每天總共吃1斤左右，1個月就540。以上物種每個月水果、零食、狗饅頭、營養品等等，共200左右。啊，對，還有一筆支出沒算呢。袋鼠每次餵食必撓我，所以每個月1瓶碘伏，1包創可貼共30。每年動物跟我打狂犬疫苗得400多，合到每個月33。浣熊、狐獴和袋鼠需要模擬太陽光用的太陽燈249一個，每半年換一次，和3個燈每個124。完了，袋鼠這個月剛換3個燈，也就是說還得再加上747，共871。還有電台，木屑7塊8一斤，袋鼠每個月換4次，每次5斤，1個月156。木屑上頭還得鋪成草，1斤8塊，每次3斤，加156，一共是252。狐獴每次換木屑8斤，1個月換4回，這又是249。爬行類動物和水裡游的一會兒算啊。電費現在全家每個月平均是3000多，水費是300多。今天我又花了今年最有意義的一筆開銷，就是這個美的清風明月 Pro 洗烘護一體機。每天接觸動物，我這衣服上隨隨便便一層毛，估計蟎蟲和細菌都快進化出文明了。它這個白色機身顏值就很高，還是超薄一體嵌入式，不佔地方，一體式專洗專烘大統淨，解決我和媳婦1周的衣服都沒問題。洗衣機採用了融血風科技，去除頑固污漬，高溫蒸汽除菌洗能消滅99.9%的細菌，直接把衣服上的細菌和蟎蟲扼殺在搖籃中。烘乾機有5層毛屑過濾網，你看這幾個祖宗的毛全都在這兒了，主要是噪音也小，不會吵到家裡這幾個祖宗休息。咱們再來算爬行類和水裡游的啊，電鰻跟角蛙1個月20塊錢泥鰍吃飽飽的，海魚餵的大蝦35一斤，每個月大概3斤就是105。2個缸的綠柴共4000多，半年換一回，合每個月66，100多條蛇每個月餵的動鼠就是900。8隻藍蛇石龍子的糧自己做，每個月200，每一隻3個燈共計130，半年一換，合每個月173。結交手工跟他們繁殖的崽兒吃果泥，每個月合300，以上總數全部加起來就是9100多。有這麼多嗎？但這些花銷跟我養的最費錢的動物比，還是9牛1毛，最費錢的動物要求我所有資金全部上繳。不怪咋的，還能離是咋的？家裡養幾百隻異寵，今天帶大家看看我的一天究竟怎麼過。每天起床後先燒一壺開水，然後去衛生間談一場稀里嘩啦的戀愛，然後洗漱。洗漱之後水也燒開了，把浣熊跟吉娃娃的狗糧泡上，從冰箱裡拿2塊雞心下樓遛狗。每天早上 Timmy 都得在這喵喵叫個不停，這個門主要也是防止它上樓的。看咱改裝的磁鐵自動門啊，自動關，完了貓還打不開，人一推就開。給奧利奧套上繩，準備衝刺。奧利奧每回上樓的時候都會把這個門撞開，我要是一把沒抓住，邦當撞牆上，我媳婦就得被他吵醒。拿上雞心，還有我的 Super 撿屎袋，看一眼捕鼠籠又抓沒抓着耗子。尿尿給獎勵，拉屎給獎勵。舔完屎回家。奧利奧跟其他邊牧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從來不追貓。家裡奇形怪狀動物見多了，瞅這玩意兒見怪不怪了都。擦擦狗爪。這個時候浣熊跟吉娃娃的糧也泡好了。豆豆來，
我也整不明白，就这麼小個玩意兒，你說吃飯怎麼跟豬歘屎似的呢？奧利奧的早飯是2條狗糧，每次我倒完第一勺，回頭必能看見提米哥那嘎達臭吃狗糧，就主打一個得不到的狗糧在騷動。餵浣熊也是個高難度技術活，每次餵食他必在這個鐵網上等，開門就容易夾手，所以說開門的一瞬間就得伸手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我一手端他，一手端碗，就懸空就吃上了。完了，這個浣熊到現在我也沒決定好它叫啥名字，大家能不能幫我想想起個好聽點的名？感謝。趁浣熊吃東西的時候，接下來餵袋鼠和狐獴。钢镚現在賊好抱人，餵一回水，左胳膊上多10個血道子，再餵一遍食兒，哎，又多10個血道子。我這一天真是千刀萬剐呀我呀！完了，這個門就不關了，白天他樂意出來跑，就滿屋跑一跑。餵狐獴那就溫和多了，主打一個無他為首索尔。呀，吃飽了就勾引人呀！仙人跳。一般這個時候我媳婦兒就醒了，她會給我沖一杯愛的拿鐵當做早餐。喝完咖啡之後就進入了剪視頻的工作時間。当天如果沒有視頻，我會選擇出去釣會兒魚。中午再去遛一遍奧利奧，這回你隨便撞吧，反正我媳婦兒已經回來之後繼續工作，直到晚上。晚餐是東北大盒飯。吃過飯之後就要開始動物們的晚餐伙食，晚上的伙食標準跟白天不太一樣。準備，走你！搞定。奧利奧的晚餐會有一塊我給他自己做的狗饅頭，微波爐給他化開熱透，浣熊糧和吉娃娃糧都給他泡上，冰箱裡拿出袋鼠每天晚上吃的水果胡蘿蔔給他放在這兒晾到常溫。趁這功夫抓緊餵一下狐獴，咱這搓着鏟食盆的功夫可以說是爐火純青。啪，還必須得咳一下，抖了灰，不好使啊，都給我挠出血了，還有臉喵呢。狐獴跟提米一樣吃的都是貓糧，再給它放回去，然後抓一把草餵土撥。你给我下來！黑尾土拨鼠是草食性動物啊，它其實對雪餅、堅果啥的不是很感興趣。然後餵電鰻呀，髒了，換水，最後撈出來的泥鳅餵電鰻啊，就你們了，走。在我這兒的生存法則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太尖的就不能讓它活到最後。我的紅中角也餵一下子，這個是全世界最兇猛的一種角蛙，後面那是蜕的皮，不是拉的屎啊。看看，泡開，常溫。OK， 你繼續耍食吧，豆豆。另外，咱那個尾巴的大小就沒有搖的必要了吧？沒起好名的浣熊吃飯，對於抱着鍋吃飯這個形容句，腦子裡有了更具象化的畫面。高蹦來，恭聽胡蘿蔔，賣油翁也有把油到湖外頭的。又多30多個口子，一會兒直接點扶往胳膊上澆吧。我上輩子是開車撞死袋鼠了嗎？這輩子讓袋鼠這麼霍霍我啊！哎，我一猜你就得擱那兒。哎，狐獴和土撥鼠都睡着了。頭睡覺前最後遛一遍奧利奧，外頭下大了，我就把車開出去，讓它在車庫裡尿。擦腳、拖尿，把車往車庫裡倒，然後把寵物用的碗通通洗乾淨，順便洗個漱。浣熊和吉娃娃的碗放水壺旁邊，方便明天早上泡狗糧。然後回屋睡覺，結束這勞累的一天。完事兒。哎呦，我媳婦兒，你拿號籠子背影太霸道了。我叫王小怪，一個家裡養了幾百隻異種的猿人，在別人眼裡養過藍環章魚、電鰻鯊魚，甚至是幾百條蛇的我，本應該對任何動物都毫無畏懼。但是今天我坦白，有一種動物會嚇得我當場大小便失禁。深夜的時候遛狗，總能遇到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昨天，奧利奧在家門口看着了刺猬，當時怕他扎嘴，我就趕緊給薅走了。結果到家門口，我打開車庫門的那一瞬間，有個耗子怕啥就從天花板掉，沒準車庫門開關上了啊！沒錯，我這樣的人居然怕野耗子，我感覺好像他拉了尿了呢。別往回蹦啊！跑了。然後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個體型的應該是個小耗子，也就是說，在我車庫裡邊。很可能還有一窩，家裡頭都進耗子了，還有2個在趴着呢，還有你們一個個的，然後你們有什麼用？算了，關鍵時刻還是得靠人類的智慧。看到這個钩狀小機關沒？啪嚓一碰，嘣門就關上。碗鈎它放詞了，我可太熟了。加2滴麝香酒，還有黑糖。釣魚這麼多年，花了我這麼多錢，開了這麼多耳，不就是為了今天嗎？搞定，犄角旮旯一放，我就在這守株待耗子。忙了一身汗。多虧我有這個小風扇，哪來的小玩意兒，還挺方便。我在抖音商城秒殺頻道買的，才不到9塊9，方便攜帶，風力還賊強勁。再整點宅家小零食、士力架和可樂，挺會買呀。現在點商城进入秒殺頻道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超低價入手9塊9省錢攻略的官方補貼小風扇，嘎嘎省錢。鏈接在就有機會搶，大家趕緊去我評論區看看。奧利奧，你去抽煙，我聽着耗子叫了。門關上了。就咱这魚饵調的行不行？2籠子都抓到了，我拿這饵釣鯉魚，那都是一竿上2條魚，這怎麼抓耗子呀？一籠抓2條。不行，這我來不了這個，不行，我得請個靠得住且生猛的人過來幫我。哎呦，我媳婦兒，你拿號籠子背影太霸道了，這彩禮錢沒白花，有事兒真上啊！閉嘴吧你，我嫁給你有啥用？這小老鼠挺可愛的呀。可愛，你跟他結婚吧。行，你說的啊，咱俩明儿離婚。開玩笑。走吧，你們离整一點。这个
媳婦儿，我拍回去了，不行，你拿手机你自己拍。哎呀，拍吧。彻底凉快了，我现在。走吧，媳妇儿，媳妇儿太好了，那没有你，我这辈子我没法活了。我叫王小怪，一个家里养了几百只动物的人种。自从我老婆养了吉娃娃之后，评論區都說這玩意兒特別愛叫，而且辱罵一切動物。這會兒他正好在打遊戲，那我高低得看看他面對不同的動物究竟是怎麼個罵法。阿里奧這麼可愛，咱就不上去挨罵了哈。先從體型小的開始挨罵。老爸來，過來挨罵來。過來，不白讓你挨罵呀！挨罵10分鐘給你2厘米雞胸肉。你老摳我腳幹什麼玩意兒呢你？這沒動靜。豆豆，看幹嘛？你雞胸肉沒了。我覺得得用大點的動物再試一下。但我是打心裡抗拒用鋼镚去試，就用那個小玩能吧，反正他沒斷奶，聽不懂狗罵他啥。這個小玩能就決定是你了。哎，有效果哎。但是我怎麼覺得他沒敞開了罵呢？可能是距離太遠了，咱們近距離來一下。不是豆豆，你作為一個吉娃娃，你不能這麼有素質，知道嗎？怎麼都摳我腳呢？你才多大呀？你就對臭豆腐感興趣了？已經確定小動物根本激發不了他的辱罵欲，看來我沒得選了。可是我真的不想動這個臭熊袋鼠。沒關係，又活了一天，已經很厲害了。鋼镚兒上！哎，我讓你上吉娃娃那屋，沒讓你上廁所。右轉，先把門關上。來，這回看你往哪跑！有能耐你把廁所門給我踹開來！這玩意兒不能強逼，就得自詡。他罵了，我去，還得我鋼镚哥呀！那啥，沒事兒，我剛才我親他一口，完了他罵我2句。我跟你說了，叫什麼叫啊？這所以讓我明天就給你知道嗎？要不我排位都輸了。趕緊回籠子，快！你搁這兒咋還整一趴？那黄的什麼呀？啊，豆豆剛才叫的挺嚇人的，我拉了點尿，給孩子增點自信。派奧利奧去釣魚。我看好像鯰魚口比跳腿快。你是真沒白來呀！你從小沒給他吃過西瓜，頭回吃。他也知道啥好吃。哎呀，好了，你真是啥也没見過。這康斯來一口可好玩了，中啊！好像有勁。不是你不陪我釣來了嗎？行，我拍你來。接力夠，這好像不小，這個。你確定它是魚不是瓜底嗎？你別動它還出現不？停。我感覺是瓜底，好像是瓜底了。踩我腳了哥！哎，不是你不行，你下去你自己滑进去你不行啊！以後訓練這狗上釣場偷魚去挺好。這天我釣個魚他樂了，哎呀，服了我！哎呀，哎，別往後蹭了，那老腰間盤一會兒讓你震突出了。近邊還是有。呀，來了！哎！不是這魚不魚的先不說，你這讓狗再遛翻了，釣魚還釣狗來了。別吵着，叼着幫抄魚，快點！叼的會自動手感不錯。哎，幹嘛玩意兒？嘗一口。哎，整一鼻子黏糊的，一會兒全蹭你身上了。中了，呀呵！哎，這咱瞅來，拿控一下來。這麼看像不像縮小版的天簸？往中啊！5點聊洗澡了，小金多剛洗完，中了，舍不得。这一分知道老瑞，我不是故意，還他媽旋轉落水，我不是故意的。喲，呀，2片好使啊，好使了，真沉吗？這個？哎呦我去，這不小啊！好來啊，釣。哎，咱是釣魚的，不是餵魚的。啊，這個是比剛才那幾個大多了，明顯搁水裡撲那時候腦瓜就寬一圈，那快整狗腦袋大了。4斤，哎呦，哎呀，你讓小魚人單殺了，這嘴長得跟塔姆似的。正經的到底吃不吃鯰魚？弗蘭克有何建議？
我感觉没啥吃的，什么扑棱？走你，在那跳腿啥的，真跳不跳不赢。哎，你怎么每回放鱼都摔个半死不活的？不是，哥，我上那头去试一下子去啊。行。哎呀，哎，哥们儿啊，这鱼摔扁了个。哎呀，我说你咋还连口了呢？这个小，你别管它小不小，总比空军好。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上去就一脚，打狗身上溜了还有粘液。你把鱼摔上来，要抽的。哎，你别动，哥，啊，哎呀，这个小，这跟刚才那对比小的可怜的都。跟你说我能扔好吗？这是一个机会。哎，你看，这玩意儿喂鱼行啊？你那个豆腐咱回来吃饭啊。哦，好。你又吃的破玩意儿。说多少遍了，老吃这生的不好，给他减负吧。骗下来一半又喂宠物，他能少吃点。真的，就现在像我这么默默付出的老公，你打着库里南都不好找。小花的给他修剪。这生肉人吃其實不是很好，那喂寵物那不正好吗？搞定。我記得冰箱裡好像，哎，就這玩意兒。我媳婦前兩天拉肚子，我嚴重懷疑是這個東西造成的。化開了喂寵物。別搶，肉夠都能分走。好亮，來一米。他媽慣的，連魚肉都不吃。大，你那嘴還沒有魚肉大，你吃啥？你吃？真的不是我背後說到我媳婦啊，就這玩意兒給吃都白瞎了。你看給寵物吃點好的，人家是真能長胖乎的。你再瞅他，天天大魚大肉的，一點不見胖，這不純浪費糧食嗎？那是因為魚肉高蛋白不容易胖。这纸巾挺好啊，哪来的？这熏香云纸巾软乎厚实，湿水不破。可你刚才吃的燕窝都是在抖音商城618购物节买的，省钱又省心，而且一件立减，便宜没门槛，还有机会再领券。这么划算？咋买的？点618逛抖音商城，换点评論區就能一鍵入同款，每天還有限量大額消費券領。那你趁現在划算，再給評論區把我這半年的零食給囤了吧。好嘞，我帶上去。哼，天真的女人，這倆紅魔蝦都沒發現。哇，這蝦腦袋也不能餵寵物，比例長那麼大幹啥的？肉也太少了，少也吃，來都吃光。這思想有問題，我給寵物吃點好的，揍我幹啥？媽呀，這慢條產卵了！快，趕緊來個紅魔蝦補補！你瞅瞅人家，好吃好喝供着人，就真給你下飯。你再瞅瞅他，結婚半年了，天天大魚大肉，肚子一點動靜沒有。有沒有可能是你的問題呢？不是我能有什麼問題？我媳婦讓你拿快遞，你說一聲老公給拿嗎？別用我魚竿晚上薅啊！這竿平時2斤的魚我都捨不得飛。知道嗎？媳婦別鬧，這個真不行，這個竿的質量還能吊更重的東西。那這個也太沉了。沒事，我試一下。別，媳婦別鬧，不行，這真不行。帥，給我弄他。聽我一句勸啊，寵物擱家裡養多少都行，就是不要在家裡養野生。就比如說我養的這隻袋鼠，別以為這玩意兒是吃草的就老實，實際上就是一個逮誰跟誰幹架的野獸。之前看這個水盆架表演，叮咣的一天能幹翻4、5回。昨天早上起來，我發現那箱子裡的太陽燈躺地下了，我合計這玩意兒行啊，還會擰燈泡了，結果發現它是硬給薅下來的。監控錄像擱這兒呢，絕對沒擺拍啊！他最近確實不顧燙手的多次對燈罩發起攻擊。不是這燈罩是掰你口紅了，還是搶你遊戲機了？你這麼幹他呀？鋼镚，你鏡頭前給我注意點形象啊！這1000多萬的叔叔阿姨，我想看你長得哎，手機掉他們！鋼镚，那個你做叔叔阿姨們臉上行，但千萬別拉屎啊！為了讓他發現他無處安放的獸慾，我現在基本門不關，讓他隨便跑，直到剛才。你剛買的化妝品，你看他給我弄的。那孩子樂意玩玩唄，化妝品不沒壞嗎？行，這錢從你下個月裡扣了啊。你等着我，現在我找奧利奧教訓死他吧。奧利奧，人讓狗吃的，當真誰喜歡啊？這都是在野獸領主新世界手遊學的，模擬真實自然戰略，上千萬海外玩家都愛不釋手。在這裡，只要掌握動物們的自然習性，就能運用動物的特性進行不同的戰略。不管是佔山為王，還是成為存量大亨，都是小 case。聽起來有點意思哦。而且現在登陸第2天，還有幻獸領主屯戈爾和王牌偵察鷹戰鷹聯手發放的一頭大熊貓和超多資源等你包，你說你不心動嗎？這怎麼跟以前不太一樣？以前奧利奧趕袋鼠就像趕羊回羊圈似的，沒啥難度啊。難道袋鼠長大了，奧利奧就害怕了？哎！不行，這場地太大了，這袋鼠可攻可守的。奧利奧給它避角落去，別讓它在空曠的地方。哎呀！上擂台賽加你主場作戰，哎！不對勁啊！奧利奧好像被鋼镚壓制了呢。奧利奧別光躲，鬥智！哎，進你窩了，這你能忍？對，給他整出來，讓他知道這個地方誰是老大。你躲進去幹啥？
他找我呢，你看着没？这你不干他？行，我算是知道为啥边牧当不了警犬了。你看，在从气质上就输了，这纯是一个理智狗遇到疯批的反应吗？哎呀，行，出来吧，赶紧的吧，我瞅你都可怜，快点吧，赶紧关门！我现在我都害怕了。那个问一下，谁家有养那种更疯的动物？你借我一下，我想试试用魔法打败魔法。就那个柯南风给 AI 变身都刷走了，我好像在这素材库里面植入了点不得了的东西。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个 AI 有网友試過了，它能識別動物，這業務我熟啊！當時我就寄出了這張照片，填補一下它素材庫裡面袋鼠的空缺。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那袋鼠變成小夫就算了，老撩屁股咋變成企鵝了呢？完了，當時我天真的認為沒有關係，因為 AI 是可以通過不斷收集素材來進化的。然後我又讓它識別了一遍，結果柯南風就是把一個套着狗皮毛褲四肢不全的柯南補上去了，再次識別，狗沒了，繼續識別，都沒了。然後我就換了這張照片，有人的它肯定好識別嘛。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這邊其實還好，只是把袋鼠識別成了一個長着人手抱着拳、表情怪異的貓而已。但是第二遍，只有一個。然後有我的我就不敢再識別了，它再識別下去，我指不定變成啥了。最炸裂的來了啊！這張圖，我以為它頂大天能把浣熊識別成貓，結果第一張直接識別成兩頭小羊，識別第二遍，浣熊突然變成一頭異形，識別第三遍，真相永遠只有一個。他直接給狗腦袋吃了。不是，我好像給它培養活了。就反正以後你們喜歡的主播發這種 AI 變身被啥玩意兒給吃了，這話別賴我這也算主動交代了。不是，你老公養鯊魚和電鰻，你就養個這玩意兒？我想我怎麼辦？家裡養了幾百隻寵物，受我影響，我老婆終於就是老公給安。老公的含義就是在家裡到老了那天也要完成媳婦安排工作的人。根據籠子大小推斷，應該是養龍貓、刺蝟、荷蘭豬之類的。養什麼都不告訴我，自己出去接寵物，還讓我在家做苦力。不過也無所謂，反正我也要在家等一個老成員回家，他就是我家一手地下室的管理員奧利奧，在訓犬學校終於學成歸來。哎，我拖鞋去吧，繼續幫我管理我的江山。哎呀，有他在我又可以過上那種人仗狗勢、高枕無憂的生活了。但是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果然。他發現蟹黃面不在了，蟹黃面是唯一一個能跟奧利奧打成平手的存在，他倆的關係可以說一敵一。後來因為咬我被我送走了。奧利奧，你聽我說啊，我知道以你的智商你能聽明白，蟹黃面之前咬了我，我猜他是因為心情不好，所以帶他去了遊樂園。在我上廁所的時候，他正巧目睹了一群黑衣人在進行凱伊交易，當時他使勁的偷看交易，沒注意到另一個從我廁所後面靠近，他被那人灌下了毒藥，醒來之後發現卡了大哥基心的西馬提達，因為心機之蛙一字莫提都是，所以他就是蟹黃面，你能信不？取回來了，想打開我看看來。你等會兒啊，我這個死角拍。好嘞，亮個相吧。這位比你腳脖子還矮的物種，我沒猜錯的話，是叫吉娃娃吧？你拿一下來，別動啊。你臉咋那麼長呢？不是大姐，你1.74米大個，你整個吉娃娃？你再看咱家。電鰻、鯊魚、袋鼠、浣熊，哪個不是很長的？你整個這玩意兒幹啥？我就喜歡我能駕馭得了的寵物。你養個金毛拉布拉多不一樣能駕馭嗎？我跟你講，養狗這東西就得養大狗，大狗這玩意兒勁兒小的千萬別養啊！剛才這不奧利奧擱這兒酸的來着，他那個不酸他不拉屎，完了過來個小狗，他就好奇往前一衝，完了就一把我給薅住了，我聰不聰明不知道，那是真有勁呢，這是沒損壞公物啊，因為這是我自己家的外牆。我收回剛才的話啊，養吉娃娃挺好，這玩意兒我估計給它拴根筷子上插地裡，它都不帶給那筷子撅動。這玩意兒能焊上嗎？不是，那評論裡頭怎麼那麼些人都說我這個浣熊養不活呢？那不純扯淡的嗎？我一寵物博主，我從小帶大個多少高樓啊？就比如3年前那個真肖章魚，剛來的時候連做個章魚丸子都嫌料不夠，當時我給他的伙食可以說是頓頓打螃蟹，後來那乾脆鐵板魷魚那鐵板都煎不下，再後來就成魷魚絲半成品了嗎？但這畢竟是個意外啊，他是自己打開魚缸蓋，從魚缸裡跑出來，結果找不着回去的路就乾死在地上。那別的我養的不也挺好的嗎？就比如我的很多鯊魚，剛來的時候那都是40-50厘米長的小不點兒，在我這兒一頓又一頓，好吃好喝供着，最後就安干超標吧。那個海魚確實不好養，咱再說淡水的。淡水的這個電鰻剛來的時候體長1.3米，什麼牛啊泥鰍，好吃好喝，一直活到今天。體長現在1.17米，哥們兒，你當時來的時候穿內增高了？
這個魚的生長速度畢竟受水体限制，那陆地上的我养的非常好啊。就比如狐獴和土拨鼠，刚来的时候瘦小不甘，弱不禁风，栽在愣愣跟头把式。经过我每天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的喂养它，现在肥的跟猪似的，盖上章都能直接出栏了。还有我家那袋鼠钢镚，刚来的时候那是又瘦又小，没比浩仔大多些，那不也是我一天4遍奶喂了几个月？哎，对，就是浣熊现在用的这个奶瓶，同樣的奶粉，喂的次數都一樣。就這樣，我把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奶袋鼠拉扯大了。今天的它可以說是氣宇軒昂。我都後悔給它養那麼大了。你先別吃了，突然想起來浣熊這玩意兒長大也挺燒心，咱一頓少吃2口，慢慢長啊。犬瘟真散開了，不得把我的地下室幹團滅啊！事情是這麼回事，前2天晚上，浣熊突然之間開始拉肚子，那個拉肚子畫面啊，就不給大家上了，那個太下飯了，我怕你們長胖。當時我也沒在意啊，畢竟它狀態這麼好。但是我朋友說浣熊跟犬科是近親，也就是說它是能得犬瘟和細小的，讓我趕緊帶去寵物醫院檢查一下。走吧，腹瀉熊，得虧你來的時候裝你這盒我沒扔，空調溫度調到最高，別抖落着了。因為當時已經是半夜了，我常去那家寵物醫院關門了，於是我就找了家附近唯一一個24小時開門的寵物醫院。你這啥命啊？出生沒到100天都做上核酸了。取那些夠嗎？不夠，那得再取點，你取一取。這回夠了。浣熊先放回車裡，吹暖風等結果。兄弟們吶，晚上真的千萬別一個人出來，真不怪別人說太危險了。外面這全是口罩啊！大姐，烤冷面多放點醬啊！然後當晚檢測結果顯示細小犬瘟皆呈陰性，但是犬瘟馬上到達臨界值，也就是說它可能感染了犬瘟，但還沒發病。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犬瘟致死率高達80%。犬瘟真散開了，不得給我這幹團滅啊！那電鳗離它那麼近，水裡的好像沒事兒。那陸地上的，貓好像不得犬瘟。那袋鼠的體質，那狐獴還有土撥鼠，好像都離犬科有點遠。唯一是犬科的奧利奧現在在訓狗學校，那盒子傳開了好像沒啥事兒哎。奧利奧在你那兒多放一陣兒吧，我這犬瘟了。不是我能得犬瘟呢我。完了，奧總的連夜給我送來了一個保溫箱。原來養啥的？你養的都變成嘎了。有沒有吉利點的箱子？我換一個。大那嘎的更狠。那算了。因為浣熊現在沒有明確確診犬瘟，所以需要觀察2天看看發展。奶裡面我也加了很多蒙托13等拉肚子藥。觀察幾天後，我帶它去我常去的那家寵物醫院做了 PCR 犬瘟試劑和抽血等全面檢查，最後結果顯示啥毛病都沒有，就是單純拉肚子。那它就是可能之前結果檢測錯了唄，或者是有病毒它自己給戰勝了，是吧？大夫說以上情況都有可能，並且給出了它拉肚子的又一個可能原因：我餵多了。